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爱自己吗？或许你会回答，当然爱。看过这样一段话，请对着镜子认真的说20遍，我很爱很爱我自己。如果说完之后你是发自内心笑出来的，那你就是真的爱自己。如果说着说着你是哭出来的，那你根本就不够爱自己。现在你可以做测验，我昨天刚做了这个测验，说第1遍的时候有点难以开口，紧接着第2遍、第3遍，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没有了底气，内心变得慌乱、愧疚，所有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，眼眶开始湿润。原来我没有真正的爱自己。余生，愿你我都学会更爱自己。你一定听过风靡全球的一位励志老太太的故事，她叫摩西奶奶。她在58岁的时候还只是一名普通的老太太，但在94岁那年，她以画家之名登上了《时代周刊》的封面。年轻的时候，摩西奶奶就想成为一名画家，但那时她的家人朋友都告诉她，你要现实一点，你一个农场姑娘就应该嫁人结婚生孩子。摩西奶奶就放弃了成为画家的梦想，做了别人认为她应该做的事情，结婚生孩子。她成为了10个孩子的母亲，把自己的前半生奉献给了孩子和农场。直到77岁那年，她的人生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她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想完成画画的心愿，于是就每天坐在家里画画，这一画便一发不可收拾。1年后，一位收藏家在一家杂货铺发现了他的画，并将他的画介绍给了全世界，这让他一下子走红了。就这样，他开启了一段大器晚成的传奇故事。直到101岁的时候，他还在继续画画，举办了个人画展。在人生的最后的10年，他的画售价高达10万美金一幅。摩西奶奶有一段广为流传的金句：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，好的人生也无需设限。正如余秋雨说的那样，人生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还有无限可能。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人生真的没有太晚的开始，你若真的想做一件事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曾经有2位年龄加起来超过120岁的中国银发奶奶，因为发了一条穿旗袍游巴黎的视频后，成为了网红奶奶。梳着干净利落的头发，戴着时尚的耳坠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中式旗袍，踩着一双高跟鞋，摇曳生姿，脚步从容，身心清简，素妆淡裹，气质如兰。东方美学的浪漫被他们完美地呈现了出来。没有人能永远年轻，但却有人永远活得年轻。你肯定也看过已过古稀之年的戴大利奶奶跳钢管舞的故事。在中国首届钢管运动锦标赛上，她在钢管上翩翩起舞，轰动全场，夺下了全国冠军。体态轻盈，身姿优美，就像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，但她明明已经72岁了。2010年，她无意间在健身房看到有人跳钢管舞，当时心里特别激动，于是就去问老师，我可以学习吗？老师当场答应了。这一年她63岁。压腿、下腰、一字马、伸展四肢，对于她来说都是极具挑战的动作。
年轻人几天就能学的动作，他需要学几个月。他的胳膊、手臂、膝盖常常都布满了淤青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，也没有一句怨言。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如年轻人，他花费的精力是多数人看不见的。他说，那种痛苦就像是肉烂掉了一块又一块。罗曼·罗兰说，大半的女人在过了30岁就死了，一过这个年龄，她们只改变了自己的影子。的确如此，多少女人因为年龄而把自己对新生活的羽翼斩断在摇篮里。我想说，真正能对抗你容颜的不是护肤品，而是你的气质、才华、智慧、内心的修炼。林清玄说得好，3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，2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，1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。美从来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，我们追求美，前提是因为美让我们的内心自信和幸福。记住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岁月从不败美人。饶雪漫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，关于女性成长，她说过很多金句，比如，一个人最大的缺点不是自私、多情、野蛮、任性，而是偏执地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。结局和过程都有了，再去纠缠，连自己都觉得贪婪。爱对了是爱情，爱错了是青春。喜欢的歌静静地听，喜欢的人远远地看。他的饶是金句，他写的小说，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整个青春，比如左耳、沙漏、离歌、大约在冬季。饶雪漫14岁开始写作，第一篇作品就发表了，并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500元。而那个时候，他的父亲1个月的工资才90元。对于他来说，写作是件很轻松也很赚钱的事情。就这样，他开启了自己的写作之路。饶雪漫不仅仅是位作家，还是著名的编剧、作词人。有人称她是文字女巫，她的每一本作品都炙手可热，并且很多明星都曾当过她的书模，比如马思纯、王子文、陈意涵、迪丽热巴、林更新。有人问她，为什么你的作品都是在描述青春的疼痛？她是这样回答的，我不敢说每个人的青春都是疼痛的，很难统一去定义，但每个人的青春一定是不完美的，或多或少都是有遗憾的，而遗憾总是让人揪心的。我的小说，疼痛只是经历，结局都是明亮温暖有光的。的确如此，没有疼痛和遗憾，就没有成长。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什么都没经历就成长了，这并不是他运气好，而是你没看见他的疼痛。写作对于他来说，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，这是最懂他，也是一直能陪伴他的那个伙伴。正是因为有另一个自己，有内在的勇气，所以他从不在意外界的非议，他不需要人人都喜欢，他自己定义自己就好了。他创办的出版公司几乎没钱赚，拍电影卖不出票房，拍的电视剧没有平台可以播出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写小说容易，做电影太难了。可这些挫折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，他还是那个勇敢洒脱的川妹子。正如饶雪漫所说，对于一个女性的成长，最重要的就是不管在什么年纪，你都要活出自我，做一个勇敢的、坦荡的、简单的又很有个性的自己。是的，做真正的自己，活成自己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有人问，
女性做自己的内在能量从何而来？在饶雪漫看来，这来自读过的书、走过的路、爱过的人，这些都会让你变得有所不同，也可以让你认清自己，做那个最想做的自己。突破他人的定义，找到自我，尊重自我，成为自我。